和林晨地下恋情的第4年，他拥着学妹在领奖台前激吻。安志才是我的正牌女友，希望大家祝福我们。我笑着向记者恭喜他们，却被林晨当着摄像头和所有人的面斥责我玩不起。赛后，他们的拥吻照传遍 A 大的每一个角落。若是从前，我会上前扯着安志的头发，同林晨质问个没完，让全校人都来看笑话。但这一次，我突然释怀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他们在领奖台前拥吻时，我就站在林晨身后，在充斥整个会场的起哄声中，我静静地看着他高举起安志的手。安志才是我的正牌女友，请一些无脑粉丝停止粉圈行为。可分明昨天晚上，这个男人还搂着我，信誓旦旦的许诺，今天的比赛拿下冠军，就向大家宣布我们的恋情。却没想到冠军换了人，他的女朋友也跟着一起换了。校报的记者突然向我递过麦克风：“明然同学，林晨同学刚才提到了无脑粉丝、粉圈行为2个关键词。你能给我们解释下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我站在镜头前，含泪扯出难看的笑。有部分同学因为我和林晨同学走得近，误会我们是情侣，谈不上无脑，都是误会。我停了停，笑着看向林晨和安志，同时我也祝贺我的搭档和安学妹。林晨却突然上前夺过话筒：“明然，你大方点，别玩不起啊，怎么还流眼泪？不就是冠军吗？”他玩笑般地将安志手中的奖杯扔向我。记者愣住，似乎没想到林晨会突然这么做。若是从前他这般对待我，我会情绪失控地当众质问他。可是这次，我觉得无所谓了。赛后回实验室的路上，看我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，林晨抿唇，突然大力向后拽我，兴冲冲地盯着我脸。这次要发表的论文，我和教授说了，给你挂名。他总是这样，打我一巴掌，再给颗甜枣。不必了，这样的好事我无福消受，你给别人挂吧。他半开玩笑地捏我的脸。不是吧？安志是学妹，帮我们处理绯闻而已，不能真吃醋了吧？我刚要开口，他揣在外套口袋的手机响了，是安志的电话。林学长，我们寝室灯坏了，你能不能来帮我们修一下？拜托拜托嘛！没等我走远，身后传来男人不耐烦的声音：“喂，别那么小气，学妹那边我得去一趟，好歹人家今天帮了咱。”手机屏保赫然已经换上了刚刚他和安志的合照，2个人笑容那么刺眼。我无所谓，去吧，还等什么呢？他将沉重的电脑往我怀里一扔，就朝安志宿舍楼跑去。我这才发现手腕早已被林晨捏得青紫。刚到实验室，同课题组的师妹就探出身子，把椅子往我这边挪。哎，明师姐，你看了学校的论坛吗？什么？论坛上好多你和林师兄的粉丝脱粉，还狂骂你是插足别人感情的贱人。后脖梗传来一阵刺痛感，我无力地滑下椅子，避开师妹探究的眼睛，和林晨做了4年地下情侣，一同斩获大各种各样的荣誉，被称为大最耀眼的双子星。到头来，我却变成了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。后半夜，林晨回到家，把熟睡的我猛地拉下床。你怎么不等我回家就睡觉？同居的这4年，无论他多晚回来，我都会等他一起睡，美其名曰提前适应夫妻生活。比赛太累，我困就先睡了。我重新爬上床，翻身朝里，不再理他。男人磨后槽牙，把手里的烤串使劲往我鼻子底下递。
不许睡。我打包了你最喜欢的烤串回来，快起来吃。烤串的红油顺着袋子流到我的枕头上，我厌恶地推开。我已经刷过牙，不想吃东西，你留着明天自己吃吧。1小时前，论坛疯传一张安志和室友烧烤的照片，旁边鞍前马后，殷勤服务的不是凌晨还能是谁？凌晨挑眉，不可置信的冷笑：“不至于吧？就是让学妹帮我们处理绯闻，你这就生气，未免小心眼了吧？”我没有。男人不听我说什么，只自顾自的嘲讽，还装不吃烧烤。你以前求我带我都不带，还是学妹帮你装的。你也不看看你有多胖，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德行，又在装模作样减肥。从我们同居起，凌晨就总会明里暗里讥讽我太胖，穿裙子露肉太难看。每次我都会恼羞成怒地反驳，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不胖。但渐渐，我衣柜里的漂亮裙子还是统统变成了黑白灰的各式大号 T 恤。这次我没有反驳，你说的都对。扔掉被油浸透的枕头，我抱着被子走出卧室。从前我最在意凌晨的喜怒哀乐，时时刻刻观察他的脸色，他都视为理所当然。每次吵架，总是我先低头，可是今天我忽视他，他却神情紧张地从卧室追出来。你还能去哪？我不耐，我今天想分开睡，你睡卧室，我睡客厅。本以为凌晨还会呛声，耳边的脚步声却渐渐走远，浴室响起水声。看我没打算离开这里，他径直去洗澡了。忽然被子被掀开，一个浑身带着水汽的身体紧贴过来。减肥光节食不管用，那要不咱再……说罢便往我脖子上吻来，恶心的嘴抚一沾上皮肤，就被我下意识推开。凌晨不以为然，一脸邪笑：“怎么，今天想玩点刺激的？行。”男人又再次压上来，我被压得喘不过气，使劲推搡也挣脱不开，手臂挥舞间，啪的一声，清脆的巴掌声回荡在客厅里。凌晨冷脸直起身，脸上鲜红的5道手指印，到底哪里不如你意？这么点小事，你非使劲跟我闹是吧？从前也是这样，他想睡我就睡，无论我是不是真的情愿。我紧紧扣住蜷缩的双腿，沉默着将头埋进去。凌晨的耐心也宣告终止，沉着脸大步走出家门，砰的一声关上门。之后的几日，凌晨都没回过家，即便在实验室碰到，我们也都对彼此视而不见。直到安志突然出现在实验室，他笑得灿若桃花。安志以后就是我们课题组的小师妹了，大家都一个组的，要和睦相处。又转头看向我，问道：“明然你说呢？”安志笑着上下打量我，没想到明学姐穿得这么朴素，难怪林学长说学姐比较自卑，喊我带你玩。他拍了拍丝绸裙子上看不见的灰，又娇羞地偷看凌晨。没想到这么幸运，我和林师兄假扮情侣，教授还同意让我进组。我平静，我也没想到呢。恭喜你呀！凌晨脸色一变，看着我，明然，那什么？我想着安志帮过我们，所以我抬手示意不用解释，挺好的。没什么误会，你没生气了吗？我不解，这有什么好生气？不再理会他们，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。下午，教授在研讨群发消息说要开组会，所有人都得来。我到时，门内大家都围着安志起哄，凌晨则拼命替他维护。4年前，我和凌晨刚进组时开过一样的组会。教授在上面言辞犀利地警告，我们组里绝不允许有谈恋爱的人，被我知道就统统给我滚出组。搞学习还敢谈恋爱，
我想向教授坦白我和林晨的关系。林晨不仅阻止我，还一脸不耐地斥责我：你不知道我进组有多辛苦吗？我写了多少论文才得到教授的认可？就这样，我们像阴沟里的老鼠，做了4年的地下情侣。无论多少女生向林晨献殷勤，我都没资格宣示主权。我还沉浸在思绪中，教授忽然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怎么还不进去？哦，教授是您。我正要进去，他站在我身旁，神色感慨地看着被围成一团的林晨、安志，坦言道：谁能想到他俩竟是一对？我一直看你和林晨很般配，我还开过玩笑让他追你。我平静：是吗？林晨都没提过，曾经和我因为公开恋情吵了几百次的人，这么轻易将自己的新欢领进组。我跟着教授走进教室，这次我们的冠军安志同学能进组，还要多亏了林晨。你们2个小情侣真是……大家又开始起哄，让他们请客，直到安志的娇柔声音响起：教授，我和陈师兄更熟悉，可不可以让我和陈师兄一组？喧闹声霎时停下来，教室一时间静得可怕，若有似无的眼神纷纷悬在我身上。教授沉吟片刻：我觉得行。明然，你看呢？看大家都尴尬的不行，我好心解围：可以呀，情侣在一起更有默契。说罢就拿起包，直接走了出去。到家不到片刻，林晨也追了回来：明然，你是不是太幼稚了？你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走人，你让别人怎么想我和安志？看我缄口不言，他一把扯过我的电脑，狠狠砸在地上。我都说是假的，你非要这么较真的话，就给我滚出那个家，我们分手。这是林晨不知道多少次对我说分手，他知道我离不开他，每次分手，不论是谁的错，永远是我先低头。从前的我会像一条狗一样蜷缩在他腿边，只敢小声啜泣着请求他不要把我赶出去，保证自己再也不会让他伤心。我看着地上陪了我5年的电脑，笑着站直身体：好，分手。此话一出，周遭的空气被沉寂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林晨突然变得神色茫然，似乎没有听清我说的话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，我们分手。我快步走进卧室，拎出行李箱，收拾衣服，准备离开这个地方。谁知林晨也冲进来，把我推搡到一边，拳头紧握：你和你室友吵成那样，你能去哪？还敢和我分手？说起来，我和室友吵架也是因为林晨，他们反复规劝我林晨不是好人。从前我哪里听的这样的话，大吵一架后就搬来和林晨同居。眼看我一意孤行，林晨放下狠话就摔门而去。你走啊，但这些年我交的房租，给你买的东西，你都给我还清楚，才能分手。我拎着行李推开寝室门，门内的室友先是吃惊，后赶忙问我手怎么受伤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又重新回归美好的宿舍生活，直到教授欧给我打电话，说林晨的实验进展不好，希望我尽快回来。明然啊，安志那天就是和你开个玩笑，你这孩子和师妹较什么真？我笑道：没呀，我真的是那么想的，顺便课题组我就不回了，索性我离开，还他们一片净土，何必搞得大家都不开心？却没想到这次林晨先低下了头，他冷着脸接送我上下课，还破天荒一改高傲本性，冷着脸给我和室友买早餐。从前我最羡慕别人的男友给女朋友做这些事，和林晨祈求了很多次都被拒绝，他总是不耐烦地说：你就喜欢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我哪有时间？迟来的陪伴比草都贱，我选择视而不见。
徐之曾经是我和林晨的头号粉丝，总是旁敲侧击问我和林晨是不是情侣。我骗了他一次又一次，直到林晨官宣，他再没问过我。今天他举办生日派对，叮嘱我千万要来。等到了包厢，我才发现安志也在，笑着说：“明姐，你也来了。我和陈师兄等你等得好辛苦。”男人嘴角不住上扬，他以为我回心转意，想通要和他复合。但接下来本该是主角的徐之却笑着将林晨和安志让到主位。我磕陈哥和明然这么久，没想到陈哥和安志才是一对，我还以为明然骗我呢。看我神色淡然地坐在对面，林晨紧张地解释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我和明然。”徐之反问：“难道那安志是那个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？”我忽然想起那天小学妹给我展示的帖子，那人信誓旦旦地列出各种证据，力证我和林晨关系匪浅，给我戴上了小三的称号。原来今天这场生日宴不过是一场针对我的鸿门宴罢了。林晨下意识紧紧捏住安志的手，直到安志痛呼出声，他才醒过神，连忙捧着他的手，懊恼地问安志痛不痛。安志却怯生生地抬头看我：“安志不是小三，明然姐姐，你能替我们解释一下吗？”如安志所愿，这个问题又被抛回到我手里。大家都想看二女争一男的精彩好戏，我却偏不这么做。我靠向椅背，神情坦然：“安志确实不是小三。”不等我继续说下去，林晨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，对上林晨暗示的眼神，我盯着安志的眼睛，说出了让在场所有人都吃惊的话：“是我仰慕了林晨4年，纠缠了他4年，做出很多让人无语的事。如今，我只想祝福林晨和安志2位同学天长地久。”我终于说出了我想说的话，就好像终于破解了纠缠我4年的情蛊。路过徐之时，我盯着他，抚吻了他头上的生日皇冠。“徐之，祝你生日快乐。”我也看透了她，这个女人不过是假借磕 CP 的名义，偷偷喜欢林晨。不过这与我无关。林晨，我不要了！林晨慌了神，脸色惨白的大喊：“不是的，明然，你……”剩下的他什么也喊不出。他既不想伤害安志，也没想到真的会失去我。男人怆然追出包厢，一把按住我的肩：“明然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过段时间就宣布和安志分手，然后……别，我又不是小三，你做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他还想解释，我们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阵男人的轻笑声。男人看林晨回头，笑着举起双手，以示投降。“我不是故意要偷听你的，林学长，我是有事想和明然学姐说。”他这么说，林晨火气更大，反问：“你能有什么事找他？”声音不自觉拔高了好几个分贝，喊得过路人都放慢了脚步。男人惊讶：“我只是想邀请明然学姐加入我们课题组，刚好最近。”不再理会林晨急切想要解释的眼神，我拉起男生就往外走。林晨最终还是没有追上来，因为安志哭着跑了出来。直到学弟点完菜，我才想起他刚刚给我递过名片。苏俊，男人笑时，泪痣也跟着晃动，搞怪地举起手报告：“学姐到。”他的回答不禁逗笑我。林晨从来不会这样哄着我说话。“你们课题组缺人，是你们教授叫你过来找我的。准确来说，是我缺搭档，教授那边也同意的。”他苦笑着补充：“我前任搭档你也认识的，安志，竟然是他，那个和安志在比赛中一同打败我们的人。”我思考了很久，直到苏俊沮丧地准备去结账时，我才喊住他：“我愿意。”
苏俊竟高兴地朝着马路大喊，他说他愿意。路过的人不明所以，却也被他的高兴所感染，纷纷恭喜我们，祝贺你们白头到老。我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脸霎时涨个通红。不是的，这个愿意不是那个愿意。这天晚上是苏俊送我回去的，虽然我们只是站在楼下讨论准备进行的实验，但回到寝室，面对室友们的调侃，我还是悄然红了耳根。睡我对面的小林掀开我的床帘，偷偷钻过来挠我。我说：“苏俊真的不错，他可是学弟那批里面最帅的。你都不知道苏俊有多受欢迎。要是你俩在一起了，这门婚事我同意。”此起彼伏的同意声纷纷响起。我也同意，我也。我害羞地揪小林的脸，八字没一撇的是，你还同意上了？我不是对帅哥免疫，只是我们楼下站的那会儿，多少女孩假装路过偷看苏俊。从前我心气高，觉得即便凌晨再受女生欢迎，也永远是我一个人的。但现在我没有这样的自信，也受不住这样的伤害了。和室友们畅聊一夜，中午醒来，我才拿起手机，发现凌晨打了99加个电话，而最近的一个就在3分钟前。我踌躇几秒，又打来一个：“明然，你在宿舍吗？为什么昨天晚上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一个没接？”他顿了顿，语气冷漠，带着嘲弄质问：“你是不是和他去上床了？我们还没分手你就敢出轨？深爱过这样的男人，是我这辈子最耻辱的事。”我闭眼冷笑：其一，我在宿舍；其二，我们已经分手；其三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电话那头的凌晨缓了语气，言语间软了下来，讨好道：“是我错了，你下来好不好？我想和你见面谈一谈。阿然，别让我难过。或许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正式的场合来说分手这件事。”我沉默了很久，声音发紧：“好。”本以为谈话会很快结束，却没想到凌晨又进一步提出到楼下的餐馆坐坐。餐馆很小，却很热闹，大家挨挨挤挤的来开小灶。凌晨刚坐下就点了一桌海鲜，笑着说：“你对芒果过敏，就不点了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我刚收拾出来的杂物推过去：“这是你这几年送给我的礼物，其他的钱我已经转进你卡里。”凌晨，我们真的分手了。他还是和从前一样，不听我说的话，自顾自往我的碗里夹了一筷子鱼，歪头笑着看我：“我知道的，你不爱吃辣。”我特意，但他话说着说着，忽然顿住，冷脸看向我背后推门进来的人：“明然，我昨天说的来接你，怎么样？我守时吧？”凌晨的脸刷一下垮下来：“明然，你不许跟他走。”苏俊指着我碗里的鱼，惊讶地问道：“他不跟我走，就被你害死了？明然海鲜过敏，你这个前男友不知道吗？看样子你也不知道他爱吃辣。”他话音未落，凌晨就猛地掀开桌子，朝苏俊脸上挥拳：“老子和女朋友吃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指点。”桌上的热菜猛地朝我砸来，下一秒我就被苏俊紧紧揽入怀里。苏俊护着我的同时，还不忘给凌晨来上几拳。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凌晨，突然心酸地想笑：是啊，我和凌晨在一起4年，他竟然不知道我海鲜过敏，也不知道我爱吃辣。我大喊了一声：“好了，你们别打了！”听到我的声音，凌晨猛地挣开众人拉着他的手，眼睛发亮地盯着我。我将拎了许久的杂物一股脑朝凌晨砸去，畅快说道：“他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而且你还记错了一点，芒果过敏的也不是我。凌晨，爱过你是我这辈子最耻辱的事，我现在希望你消失。”说罢，
我就拉着苏俊一起离开了一片狼藉的餐馆，再也没回头。这是我第一次对林晨说这么决绝的话，但甚至还不如这些年他对我说的一半恶毒。此时此刻，往事都如过眼云烟，在我心头已然消散。自那之后，我很长时间没再见过林晨。想来也是，林晨那样大男子主义的男人，怎么经得住我那般羞辱？但那天我也没能去成实验室。我尝试向苏俊道歉，他只是摸摸我的头，从怀里掏出一杯温热的奶茶，他来时买的。他竟然记得我昨天随口说的不能喝冷饮。安城的夏天，天热的蜻蜓都只敢贴着树荫处飞，空气里闷热潮湿。我低头跟着苏俊乱走，他忽然停住：“明学姐，这家湘菜很好吃，我尝过很多次，咱们试试。”可是我分明记得，你昨天被水煮鱼辣得一直喝水，怎么会爱吃湘菜呢？男人眼眸一弯，帮我推开门：“秘密，不告诉你，不告诉就不告诉吧。”我强行压住快要跳出胸腔的心脏，眼睛也不知该看向何处。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，我投入了全部身心进入实验，竟又重新找回从前的自己。我不会再为一个男人魂不守舍，也不会再为地下恋情吃尽酸楚。但论坛还是因为那天餐馆的一架讨论开了，我的支持者一夜之间冒出来，纷纷发帖指责安志破坏别人的感情。一时间，我、林晨和安志都被卷入这场风暴里，连苏俊都没能幸免。我没当回事，网络上的新闻有时不回应才会渐渐被人淡忘，但有人不这么想。我又接到林晨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他淡然自若，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冉冉，你发帖证明一下，我俩是男女朋友，之前只是闹着玩。听着手机里若无其事的声音，我的视线专注在今年新出的期刊。在我们刚进课题组的时候，林晨其实还达不到教授的要求，他的论文质量和数量都不达标，而那时候课题组也仅剩最后1个名额了。他急得实在没办法，红着眼跪在地上求我让2篇论文给他，说会一辈子对我好。我给了，可结果呢？在我哭着问林晨究竟什么时候能公开，我等得实在太久了。他也是这样，和别的女人玩暧昧后，再淡然自若地敷衍我：“再等等。”喂，阿然，我知道你的，你总是最听我的话了，乖。我无语，神经病！你要闲得慌，就去厂里拧螺丝。苏俊只听见我说没空，连忙积极举手示意。明然，什么事？我可以代劳，仅需要一个大大的赞。林晨一愣，大声呵斥我：“你还和那个男的待在一起？我问你，你选他还是选我？”我情不自禁笑出声，这难道还需要思考吗？我选他，哪怕天崩地裂，我也选他，不选你。听完我的话，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隐隐传来哭音：“明然，是我错了，我错得太离谱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我一直想娶的只有你啊。”我眼神平静：“不，你爱的不是我，是那个一直围着你转的明然。是那个事事把你都放在第1位的明然，你想娶的不过是一位为你量身定制的贤妻良母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你甚至一点也不了解我，你确实大错特错。”我不想再和他多说，直接挂断电话，所有社交软件和电话统统拉黑。明然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苏俊突然凑过来：“什么？那句哪怕天崩地裂也选我？”他好像被烫熟的虾，从头到脚红彤彤的。我无语。平常给你讲题，老是耳背，这会儿耳朵又修好了是呢？哦，好的，学姐。看着他落寞的背影，
我当然知道他的心意，但我好像很难再走入一段感情了。在听到林晨的消息，还是他为了安置在论坛上舌战群雄，力证安置不是小三。小林眼神不屑，现在维护人家，这种局面还不是他造成的。我无奈地放下电脑，走过去抱住他。好了好了，这种小事就不管喽。其他室友纷纷赞同，这种人你就多余给他关注，还不如关注小苏俊呢。我看他要碎了，可不是吗？明然的心现在已经变成铜墙铁壁。可怜的苏俊，我红着耳眶争辩，你们之前不是不赞成我谈恋爱吗？禁止偷换概念，我们可没不赞成，只是觉得林晨不是良配。苏俊是啊，不说了，我先专注学业再说。接下来的半年，我和苏俊就一直保持着平淡的搭档关系，他进一步，我就退一步，直到他不再往前走。但我们相处得很开心，做实验也十分默契。往往我还没说出口，苏俊就知道我在想什么。这样的体会我从未在林晨身上体会过。转眼又到了比赛的日子，这次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冠军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林晨和安志竟然在比赛开始前就起了争执。你以前根本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从前总是说我很聪明，解题思路特别快的。你也知道是从前，你看看你现在，简直像个猪脑子。安志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晨，像是没料到他言语这样粗俗。其实林晨一直都是这样的人，只不过他隐藏得很好。那2年里，同样的场景，我经历过无数次。最恶毒的话统统被他用在我身上。这种题你都不会解，真是不知道你怎么考进 A 大的，脑子里全是水，实在是蠢笨的离谱。因为他的话，将近1年我做不出任何实验，算不出任何正确结果，一度崩溃到半夜站上天台，觉得自己不配活下去。听到我站上天台，林晨也不过赶来冷嘲热讽，说你2句就要跳楼，人最重要的就是接受自己的平凡，你跳啊，我看着你跳。安志崩溃般尖叫声忽然惊醒我。苏俊不知从哪拿出一杯奶茶，诺，冉冉，你最喜欢的 QQNINI 好喝到咩噗茶。我禁不住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你上哪学来的这些？男人坏笑，当然是为了让我们冉冉开心，特意上课学的喽。他半张脸隐没在灯光下，黑眸微敛，微凉的手背悄悄蹭了蹭我的脸。我抬头，不经意对上他的眼睛，惊得一颤，只敢低头猛喝奶茶。那边林晨和安志的闹剧还未落幕，比赛就开始了。会场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，每个队伍都在焦灼地破解题目。最后是我和苏俊率先解出答案，接着第2组、第3组，但直到比赛终止，大屏幕上都始终不见林晨和安志的名字，后面也没再看见他们的身影。只有教授特意来寻我，他搓了搓手，尴尬地同我寒暄：明然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很突兀，但是我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回来？我笑着婉拒：不了，教授，我现在也挺好的。教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看向领奖台：如今这种局面也怪我，应该坚持从前的想法的，情侣就不该成为。我打断他：教授，其实我和林晨从前是情侣。说罢，我就走向远处等我的苏俊，只留惊讶的教授在原地。这个冠军就像我拿过的很多冠军一样被我封存。日子就这样慢慢过去，我和苏俊的关系还是没什么进展。经历过伤痛的人在进入一段新的感情总是很踌躇，我也不例外。直到毕业在即，苏俊帮我收拾东西时，
不见往日活泼笑脸。我说不出心里的感受，只觉得像被石头压住，呼吸都变得急促。我借着开玩笑缓解气氛：怎么了？又要选新搭档？烦心这个？不是。苏俊没有抬头。嗨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什么困难说出来，师姐看能不能帮你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搭档还是原来的好。我听闻，身体一僵，放下手中行李，盯着他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安志？什么和什么呀？我说，我就想要你。这句话出口，俩人都红着脸笑起来，惊得树上的鸟雀都飞远了。他的脸悄悄贴近我，眼中含着期待。明然，你毕业总给我留个名分吧，要不然别人来抢你，我都说不上话。我下意识还是退后一步，可是我毕业不留本地，岂不耽误你？那又怎样？无论你在哪里去呢，我都一直跟着你去，刀山火海呢。他眼神坚定。去。我迅速转过身去，生怕被他看见我泛红的脸颊，心中的小鹿发狂地跳。刚张开的嘴，早已忘记了自己想说些什么。苏俊轻轻拽着我的手腕，把我拉进怀里，温暖燥热的呼吸微微落在我额头上。他说：然然，那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那个沉寂已久的论坛忽然又有了新帖子，帖主写道：她是林晨的前女友，这件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现在是我的女王。1年后，苏俊毕业那天，我又再次回到了大观礼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您是？电话那头传来呼呼作响的风声，沉默很久，对面开口：明然，我在学校又看到你了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是林晨的声音。去年听是有八卦，他因为多项成绩不合格，被学校留级。我平静：不是，我来看我男朋友的毕业典礼。林晨忽然就崩溃大哭：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最爱的不是我吗？你为什么丢下我？忽然又神经兮兮地笑起来：然然，天台好冷啊，你来陪我好不好？听到男人的话，我轻笑出声：林晨，如今这样的局面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你有什么好问的？我当然知道天台很冷，我因为你已经站过无数次，你的那句话我还给你，你想跳就跳，与我无关。和林晨在一起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，现在的我工作顺心，和苏俊的感情也很顺利，是对是错，我都不想再去纠结了。电话那头还在自顾自地喃喃自语：为什么我的生活会……我不再听手机里疯癫的声音，挂断电话，因为苏俊穿着学士服在向我招手了。直到后来同学聚会，我才从校友的口中得知安志和林晨的结局。安志在那年的比赛结束后就和他分手了，转学去美国攻读心理学。而林晨，他的第2年仍然还是未能毕业，疯癫之下，竟从图书馆的天台一跃而下。就在毕业典礼那一天，幸运也不幸运的是，他没死，却变成了终生需要人照顾的植物人。在我和苏俊在一起的第3年，我收到了一封他寄来的信：亲爱的明然女士，或许你不知道，我认识你比你认识我更早，我爱上你也比你爱上我更早。我愿意陪你吃很辣的香菜，也愿意为你学我不爱的实验。我们还有很多落日，很多春夏秋冬要一起度过。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共度余生的朝朝暮暮？我一字一句顺着信纸读下来，字里行间的爱意顺着笔墨流淌。倏然，钻戒从信封中滑落。我弯腰去时，再抬眼，苏俊捧着花，单膝跪在我面前：然然，我愿意用一生爱你，守护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